有没有小伙伴想过，为什么每个心理学笑话的梗总是和我们的童年或我们与父母的问题有关？或者为什么躺在治疗师沙发上的人爱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跟我说说你这方面的问题吧。从小的时候说起，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凭直觉理解我们的童年经历在塑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对他人、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心理学研究、理论和心理治疗都专注于理解童年早期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该领域的一项特别研究侧重于不良儿童的经历，而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的治疗方法及所谓的心理动力学方法，旨在改善它，甚至在我们成年后对我们造成的有害影响。美国儿童局将不良童年经历定义为童年时期发生的创伤性事件，如虐待、忽视、疾病、伤害、欺凌或同伴侵害。这种经历的长期影响可以表现在身体上、心理上或行为上。调查显示，遭受情感虐待的儿童长大后往往整体健康状况不佳，受教育程度较低，更有可能遭受贫困、体重增加、肥胖和严重的心理压力。但是除了这些数字，他们还有哪些故事呢？还有哪些其他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方式目前仍然存在虐待并伤害他们呢？这支影片就让我们更深入了解童年的情感虐待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甚至影响到成年时期。一，它会让人焦虑。有没有小伙伴听说过由约翰·鲍比和安斯沃斯开创的依恋理论？依恋理论认为，由于我们与父母或照顾者的早期经历，我们通常会形成两种依恋类型，也就是安全依恋和不安全或焦虑依恋。焦虑依恋又被分为痴迷型，当一个人对别人有积极的看法，但对自己有消极看法时，导致自我怀疑、不安全感；和粘人轻视型，当一个人对自己有积极的看法，但对别人有消极看法时，会不屑一顾，这会让人疏远别人和过度依赖自己，或者是害怕混乱。这是那些经历过虐待的人的依恋类型。具有可怕的混乱的依恋风格的人往往对他人非常谨慎和警惕，对拒绝、冲突和抛弃也非常敏感。成年后，由于未解决的依恋相关创伤，他们往往难以形成持久的积极关系。这就引出了下一点。二，它会阻碍一个人的情感发展。童年时期的情感虐待会阻碍一个人的情感发展，因为它教会了一个人关于人生的所有错误东西，而不是学习情绪调节、自我意识和关系管理等重要技能。情感虐待的受害者长大后，往往会出现情感上的相互依赖、自责和社交孤立等问题。三，它会导致自我毁灭的模式。当一个人来自一个无法为他们提供对每个孩子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的安全感的家庭时，更有可能的是，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发展出自毁的模式和不良的应对机制。根据终极希望心理健康中心做的一项大数据调查，这些问题可以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他们的行为上发展成瘾、犯罪、自杀倾向，或者他们的思维模式会出现低自尊、抑郁、焦虑。四，会降低生活质量。考虑到我们所说的所有事情，那么许多研究人员发现，童年情感虐待的经历与生活质量较差有关，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庆幸的是，许多研究也强调，尽管童年经历不好，但许多虐待受害者能够，而且确实在以后的生活中恢复健康。问题是，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努力才能恢复健康。五，它会带来更高的心理健康问题风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童年时期的情感虐待甚至会在多年后继续困扰我们，使我们面临更高发展某些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如抑郁和焦虑。所有形式的儿童虐待也被发现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滥用药物、自杀密切相关。如果有小伙伴正在与童年的情感虐待经历做斗争，要知道是可以得到帮助的。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今天就去找心理健康专家，开始从过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把这看作是走向心理健康、恢复和自我发现之旅的第一天。小伙伴们都是用什么方法
不再让自己童年的情感虐待影响自己的。